夜幕低垂，欢迎来到静夜书画。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凉爽的把自己重养一遍。此刻的你，是刚刚结束一场漫长的加班，还是哄睡了孩子，终于偷来了属于自己的半小时？是窝在被子里，还是坐在窗边，看着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不管你在哪里，打开这篇文字，我都想先放下所有的道理，对你说一句，这些年你真的辛苦了。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努力地做一个懂事的孩子，努力地做一个靠谱的员工，努力地做一个体贴的伴侣，努力地做一个合格的父母。你把所有的角色都扮演得很好，却唯独忘了，你也是一个人，你也需要被好好对待。这不是一篇教你成功的文章，恰恰相反，这是一篇允许你承认自己很累的文章。这是一篇邀请你重新认识自己的文章。如果你也曾在深夜里觉得心里空空的，觉得撑得好辛苦，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光，我想好好陪陪你。记得点个订阅，别走丢了。我们慢慢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却在点外卖的时候，习惯性地先问别人想吃点什么。轮到自己，却只说随便。明明工作已经很累了，却在同事把额外任务推过来的时候，张了张嘴，最后还是说了一个好字。明明银行卡里已经有存款了，却在每一次花钱之后，涌上一阵说不清的愧疚。仿佛快乐是一种罪过，仿佛松弛是一种堕落。明明身体已经发出信号了，眼睛酸涩，肩膀僵硬，腰在抗议，却还是把体检报告一拖再拖，不敢面对那个可能出现的答案。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在深夜躺在床上，把白天说过的话重新播放一遍，反复琢磨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是不是惹谁不高兴了，那句话是不是伤到了谁？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深夜？手机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你在各个应用之间来回切换，没有人找你，你也不知道该找谁说话。你点开朋友圈，看着别人光鲜的生活，心里泛起一阵酸。你刷到感人的视频，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下来，又赶快擦掉。冰箱里有吃的，你不想动。明天还有事，你不想睡。你只是躺着，感受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空。你不是饿，不是困，不是累，你只是觉得心里有个地方空空的，好像一直在等什么东西，却始终没有等到你想要的那种生活。明明已经触手可及了，却又总觉得差那么一点点。你很想要的东西，明明已经拥有了，却还是觉得不踏实。这不是矫情，也不是脆弱，这是一个把太多人装在心上，却忘了装下自己的成年人最真实的疲惫。我们这代人学会了很多技能，学会了用电脑，学会了开车，学会了做汇报，学会了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却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安顿内心的空洞，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在不完美的人生里依然觉得自己是好的。有些课小时候没学会，长大后依然要自己补上。有些爱小时候没有得到，长大后依然要自己给足。有些伤口没有人来包扎，那就自己轻轻吹一吹，然后贴上创可贴。这就是成年人最隐秘也最温柔的一项功课，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把自己当做一个需要被好好照顾的孩子，用你理解的爱，用你渴望的方式，重新把自己养大。先别急着责怪自己，也别急着责怪任何人。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会想，是不是我不够坚强？是不是我太矫情了？是不是我辜负了父母的期望？是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就不配拥有更好的生活？请把这些念头放下来，深呼吸，听我说，我们的父母，他们也有他们的局限性，他们成长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生存是第一位的。他们要忙生计，
要还贷款，要拉扯一大家子人。他们已经用尽了全部的力气，把最好的东西给了我们。他们不是不爱我们，而是他们能给出的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当年自己得到过的。他们没有学过如何表达情感，没有学过如何肯定孩子，没有学过如何把拥抱和夸奖说出口。他们不是不想，是不会。他们是趁着我们睡着了才轻轻掖一下被角的那种爱，是把鸡腿夹到我们碗里却说自己不爱吃的那种爱，是沉默寡言却在我们生病时彻夜不眠的那种爱。他们自己也是带着伤长大的孩子，只是那个年代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伤也需要被看见，也需要被疗愈。他们已经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好。而我们呢？我们带着他们教给我们的那一套答案，走进了成年人的世界。我们以为忍让是美德，以为牺牲是爱的证明，以为拼命工作才有价值，以为麻烦别人是可耻的，以为表达需求是自私的。我们带着这一套旧地图去寻找新生活，却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才隐隐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你习惯看别人脸色，是因为小时候你学会了，只有懂事才不会被讨厌。你不敢拒绝，是因为你被教育过，拒绝会伤害关系。你总觉得不够好，是因为那个标准从来不是你自己定的。你对自己苛刻，因为你的内心住着一个严厉的判官，他说话的声音像极了你小时候听到过的那些语气。你一路被推着长大，却没有人告诉过你，长大以后你可以自己说了算。这不是你的错，这从来都不是你的错，你只是在用一把旧钥匙开一扇新锁。钥匙没有错，锁也没有错，只是它们不匹配了。而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改变就已经开始了。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年龄的增长，不是皱纹的增多。真正的成熟是从被动的长大转为主动的审视自己。你开始问自己，哪些观念是我的，哪些是别人塞给我的，哪些习惯在保护我，哪些习惯在消耗我，哪些能力是我欠缺的，我现在可以补上吗？哪些关系在滋养我，哪些关系在榨干我？你不再沿着惯性生活，你开始为自己做选择。别急，我们慢慢的一条一条来。第一个维度，先说说你的身体，它才是那个最忠诚的伙伴。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自己了？镜子就在那里，你却总是匆匆掠过。你不敢看镜子里的那个人，眼下的乌青，发际线的后退，微微隆起的肚腩。你嫌弃他不够好，却忘了是他一直撑着你的野心，消化你的焦虑，承担你的熬夜。你嫌弃他胖了，丑了，老了，却忘了他在你每一次崩溃大哭的时候都稳稳地站在那里。你把它当成一台永动机，以为只要意志力够强就能一直运转。你忘了身体不是工具，它是你灵魂的容器，它陪着你熬过了那么多难熬的夜晚，它值得被温柔以待，它其实一直在跟你说话。凌晨3点的清醒，是他在说你太紧绷了。换季时的感冒，是他在说你该休息了。无缘无故的头痛，是他在说你有太多情绪没有释放了。你听不见，你只觉得他碍事，重新养自己一遍，从好好吃饭开始。不需要精致的摆盘，不需要昂贵的食材，更不需要某种网红食谱，只需要在饭点的时候放下手机，认真的吃一顿热饭，咀嚼慢一点，感受食物的温度。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顿热饭安慰过了？你有多久吃饭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甚至一边开会一边吃，一边刷手机一边吃，吃到嘴里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好好睡觉，把手机放到够不着的地方，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允许自己在11点之前放下一切。你不需要靠熬夜来证明自己很努力，真正的努力从来不是用睡眠换来的。好好运动，不是逼自己去健身房办卡，
不是跟风跑步打卡发朋友圈，而是找到一种让你的身体觉得舒服的方式。散步也行，拉伸也行，跳操也行，游泳也行，只要动起来，让血液流动起来，让多巴胺分泌起来，让那些堵在胸口的东西顺着汗水流出去。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转换，一定要记住，我们要做的是精力管理，而不是盲目自律。你不需要在生病的时候还坚持早起，你不需要在疲惫的时候还强撑着微笑，你不需要在生理期的时候还逼自己去跑5公里。身体不是你的敌人，不是需要你征服的高地，不是懒惰的象征，它是你的伙伴，是你的战友，是陪你走完这一生的老友。当你愿意把身体当成一个需要呵护的生命，而不是一台需要压榨的机器，你会发现，原来那个疲惫的自己是可以被治愈的。原来清晨的阳光是可以让人期待的。原来不用靠咖啡硬撑的下午，也可以是清醒的。原来早睡之后醒来的那种满足感，比熬夜刷手机带来的短暂快感要踏实得多。第二个维度是认知的破局。一个人最大的困顿，往往不是环境的困顿，而是认知的困顿。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只能这样了，是因为你见过的可能性太少。你觉得自己没有选择，是因为你一直以为所有的路都只有一条。你听父母说，稳定最重要。你听朋友说，那个工作不体面。你看别人都在结婚生孩子，于是你也跟着焦虑。你看别人都在买房买车，于是你也觉得自己落后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声音里有多少是别人的期待，又有多少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人生是不是活成了别人羡慕的样子，却独独没有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重新养自己一遍，要养自己的见识，去读书，去旅行，去认识不一样的人，去听不一样的故事。你不需要一下子读完100本书，你只需要每天翻开几页。在那些书页里，你会遇见另一个自己，你会找到一些答案，你会确认一些困惑。你不需要立刻去环球旅行，你只需要在周末的时候坐上公交，去一个你从没去过的街区，随便走走，看看那里的菜市场，那里的老人，那里的猫。每一次新的输入都在悄悄扩大你人生的地图。当你见过足够多的活法，你就会明白，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赛道。有人30岁才找到热爱的事业，有人40岁重返校园，有人50岁开始学画画，有人一辈子没有结婚，却把日子过成了诗。没有一种生活是标准答案，每一种认真活过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你要敢于怀疑那些理所当然的答案。谁告诉你考上大学就轻松了？谁告诉你30岁必须成家立业？谁告诉你换工作是不稳定的表现？谁告诉你一个人的兴趣不能当饭吃？谁告诉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能再做梦了？很多所谓的常识只是大多数人选择的路，并不代表那是唯一的路，更不代表那是适合你的路。那些困住你的墙，很多时候是你想象出来的墙，是你自己画地为牢，然后在墙内叹气。当你开始主动输入新的信息，主动靠近新的圈子，主动去尝试那些让你心动又害怕的事，你会发现，原来世界这么大，原来我还有这么多可能。眼界的开阔，说到底是给自己的灵魂松绑。第3个维度，我们来谈谈钱。谈钱从来不是一件庸俗的事，恰恰相反，谈钱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金钱焦虑是很多成年人最隐秘的痛。我们羞于谈钱，却又被金钱日夜折磨。我们从小被教育，谈钱伤感情，谈钱很势利，于是我们不敢谈薪水，不敢谈回报，不敢谈价值。加班了不敢要加班费，吃亏了不敢争取，被占了便宜还安慰自己吃亏是福。我们不知道如何理财，也不知道如何消费。我们被消费主义裹挟，买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
只为填补内心的空虚，我们又被节俭的愧疚捆绑，花每一分钱都在心里反复抱歉。我们和金钱的关系从来没有被好好梳理过。钱对于你来说是安全感，是罪恶感，是攀比的工具，还是自由的翅膀？你有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重新养自己一遍，要重新看待金钱。金钱不是用来炫耀的，不是用来攀比的，不是用来填补缺失的安全感的。金钱真正的意义，是让你在关键时刻拥有选择权和退路，是让你可以坦然地对不喜欢的工作说一声再见，是让你可以在家人需要的时候底气十足地说没关系，有我，是让你可以为了自己的热爱去尝试一些可能不赚钱但让你心潮澎湃的事，是让你在婚姻里受了委屈的时候不用因为没钱而忍气吞声。钱本身不是目的，钱为你赢得的自由才是目的。所以去学习理财吧，哪怕只看一本入门的书，哪怕只从记账开始，搞清楚你的钱去了哪里，搞清楚你真正需要什么，去提升赚钱的能力吧。你的专业，你的技能，你的经验都是可以复利的资产，去建立自己的储蓄习惯吧。哪怕每个月只存一点点，那也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底气。不要看不起小钱，不要觉得几百块微不足道，每一个微小的储蓄都是你在向未来的自己传递一份安全感。你不需要一夜暴富，你只需要慢慢积累，像往罐子里扔硬币一样，日积月累。你会在某一个慌张的清晨发现原来自己已经攒下了可以随时离开的底气，那种感觉比任何奢侈品都珍贵。第四个维度是最难的一刻，也是最重要的一刻，心理的边界与关系的重塑。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懂事，要体贴，要谦让，要照顾别人的感受，于是我们慢慢弄丢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自己的感受。你在单位是好员工，加班加点，任劳任怨；你在家里是好儿女，报喜不报忧，习惯把委屈咽下去。你是好伴侣，是好朋友，是好同事，你照顾了所有人的情绪，却唯独忘了问问自己，你今天心情好吗？你想要什么？你累不累？你活成了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你累的时候不敢说累，怕别人觉得你矫情；你委屈的时候不敢哭，怕别人觉得你脆弱。你被夸懂事，被夸省心，被夸靠谱，可是你心里清楚，这些夸奖都是用压抑自己换来的。你把情绪的方向盘交到了别人手里，别人一句评价就能让你反复咀嚼，别人一个脸色就能让你怀疑自己，别人没有及时回消息，你就开始脑补，是不是我说错话了？是不是我打扰到他了？你活得小心翼翼，生怕踩到谁的雷区。你在乎所有人的看法，却忘了问自己，我怎么看我自己？你活成了别人眼中的样子，却不知道自己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是时候把方向盘拿回来了。请你记住，你没有义务让所有人都满意，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这不是冷漠，这是健康的边界。学会说不吧，温和的，坚定的，不需要解释太多。我不方便，我不愿意，我不喜欢，这几个字没有那么难说出口。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你的拒绝而离开，而那些因为你拒绝就离开的人本来也不值得你挽留。学会表达需求吧，不要让对方猜，直接说出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你陪陪我，我想吃那家店的菜，我今天太累了，想休息一下。直接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沟通方式，它省去了内耗，省去了猜测，省去了那些午夜梦回时的委屈。学会在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吧，这不是自私。当你的杯子是满的，你才有能力去滋润别人。当你自己都被耗干了，你的付出里会带着怨气，那种付出
不是爱，是牺牲，而牺牲感是关系的毒药。你牺牲了自己，对方也不会真正快乐，因为他会感受到你的委屈。你们的爱会变成一场交易，你经历了多少年的自我压抑，就要准备多少年的耐心来重新认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生气，会委屈，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变坏了。但请放心，你不是变坏了，你是在变强了。你开始有边界，有底线，有自己。你不再是谁的附属，你是你自己。你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那些曾经让你内耗的人和事会慢慢变得模糊。你会发现，原来不讨好别人的日子这么清爽，原来拒绝别人天不会塌下来，原来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不会失去朋友，原来你一直担心的那些后果大多数都不会发生。记住，这条路上最有杀伤力的往往不是外界的阻力，而是你心里的完美主义。因为我们太想一口气变成理想中的自己了。你制定了完美的计划，1天学英语，2天健身，3天早睡。你坚持了3天，第4天没做到，你就觉得自己完了，干脆全盘放弃。你开始惩罚自己，熬夜刷手机，暴饮暴食，自暴自弃。然后你陷入新一轮的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就是没有毅力，觉得自己就不配拥有更好的生活。停，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完美主义的陷阱。完美主义从来不是美德，它是一种用不可能达到的标准来惩罚自己的暴力。它让你把一次失足当成整个人生的失败，它让你忘了你可以跌倒，再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走。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靠几天几夜的积雪，它是靠长期的复利。就像种一棵树，你看不见它每天长多少，但时间会给你答案。就像往存钱罐里存硬币，每个硬币都微不足道，但1年之后你会收获一份惊喜。状态好的时候多做一点，状态不好的时候哪怕只做10分钟也是一种胜利。10分钟的阅读，10分钟的运动，10分钟的冥想，10分钟的护肤，10分钟的发呆。不要小看这10分钟，它是你向自己证明，即使状态不好，我依然值得被善待的证据。它在告诉你，你不是只有满血复活才配活着，你可以在疲惫的时候依然温和地对待自己，允许自己疲惫，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有反复。这太正常了。月亮还有阴晴圆缺，你怎么可能永远满格？天气还有晴雨风雪，你怎么可能永远高能？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的状态有起伏，是自然的，是健康的。你的人生不是一场可以被评判的考试，没有人给你打分，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你不需要按照任何人的模板生活。你是独特的，你的天性也是独特的。有人早起高效，有人深夜清醒，有人喜欢热闹，有人偏爱独处，有人适合创业，有人适合深耕。关键从来不是成为别人，而是成为你自己。如果你是一株需要很多阳光的向日葵，就不要勉强自己活成一颗耐阴的绿萝。如果你是一棵慢慢生长的银杏，就不要因为隔壁的竹子长得快而焦虑。按照你的天性重新设计你的生活，那个让你觉得舒服的可持续的节奏才是属于你的节奏。别人的作息表是别人的，别人的成功公式是别人的，你只需要找到你的。请允许自己用60分的速度稳稳地向前走。60分的稳定比100分的爆发更有力量，因为它是可持续的，是可以陪伴你走很远很远的。70分的状态去爱一个人，80分的状态去完成工作，剩下来的分数留给自己喘息。生活不是短跑，生活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你不需要在起跑线上就把自己耗尽。到这里，我想最后问你几个问题，不需要回答给我，
只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认真的、诚实的问问自己，如果未来30天，你只能为自己做一件小事，你会做什么？是每天好好吃一顿早餐，还是睡前放下手机，还是每周留一个下午，只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是拿起电话，跟那个很久没联系的老朋友说说话？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你允许自己停下来吗？还是你总在硬撑，总觉得自己没有停下来的资格？你总觉得，等我忙完这一阵，我就好好休息。可是忙完这一阵，还有下一阵。到底什么时候，你才允许自己喘口气？当你面对别人的期待时，你还记得自己的感受吗？你上一次为自己而活，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出来，是因为什么？把你想做的那件小事写下来吧，不需要宏大，不需要完美，哪怕只是每天给自己泡一杯茶，哪怕只是每天对着镜子笑一下，哪怕只是每周给父母打一个电话，把那些想说却一直没说出口的话说出来。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就是你重养自己的第一块地基。把这篇文章当做一个仪式吧。从今晚开始，你决定不再用旧的方式对待自己。你决定不再等别人来爱你，而是自己先爱自己。你决定不再等别人来肯定你，而是自己先肯定自己。我想对你说，亲爱的，你值得被好好对待。不是因为你的成绩，不是因为你的价值，不是因为你的贡献，不是因为的你完美，只是因为你存在，你就值得。你值得一顿热饭，值得一个好觉，值得被温柔的说话，值得被认真的倾听。你值得拥有选择的权利，值得拥有拒绝的勇气，值得拥有为自己而活的底气。你曾经是一个小小的孩子，渴望被爱，渴望被看见，渴望在害怕的时候有人抱抱你。现在的你长大了，有能力了，可以回过头，把那份渴望亲手交给现在的自己。你可以成为那个曾经渴望过的大人，你可以蹲下来，抱抱那个蹲在角落里的自己，对他说，别怕，我来了。愿你从今天开始，把自己当做一个需要被宠爱的小孩。愿你吃好每一顿饭，睡好每一个觉。愿你勇敢地在别人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愿你温柔地拒绝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愿你在每一个疲惫的深夜，都记得伸手抱抱自己。愿你攒够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被迫接受生活给你的安排。愿你不再用别人的眼光来丈量自己的价值。愿你不再用过去的标准来惩罚现在的自己。愿你慢慢的，一点点的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把自己重新养一遍，不是一次性的工程，而是一生的温柔修行。它没有终点，也不需要完美，它只是你在每一个普通的清晨，决定好好吃一顿饭；在每一个疲惫的傍晚，决定早点休息；在每一次想说好却不想答应的时候，决定说不；在每一次想否定自己的时候，决定换一种语气，对自己说，没关系，慢慢来。那个愿意重养自己的人，是最勇敢的人，因为这意味着你不再等待救赎，你决定做自己的光。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那个等待被爱的孩子，你成为那个可以拥抱自己的人。你不再是谁的附属品，你是你自己的主人。未来的某一天，当你在一个阳光很好的午后，平静地喝着茶，想起今天的这个夜晚，你会感谢那个决定重新开始的自己，感谢他在最迷茫的时候没有放弃自己，感谢他愿意慢下来，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感谢他终于明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好了，今晚的静夜书画就到这里。如果你也正在这条路上，别忘了点一个订阅，让我们在下一个深夜继续陪伴彼此。愿你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被生活温柔以待。愿所有的温柔都流向你，也流向你正在重养的那个自己。
愿你有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有胸怀接受不能改变的，有智慧分辨这两者。愿你把自己养得丰盈，养得笃定，养得能在风雨来临时依然稳稳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晚安，好梦。